里卡多真的是维斯塔潘赶走的吗？这或许是无数车迷心中最大的疑惑。要知道，这对搭档不仅是策略组的福音，更是维修组的噩梦。身处两支车队可以舍己为人，驾驶同一赛车却针锋相对。自汽车人维斯塔潘进入大红牛，每个队友都活在他的阴影之下，而黄金左脚的陨落，便是红牛成为2号车手目的的开始。2014年，25岁的丹尼尔·里卡多升入红牛一队，搭档4届冠军维特尔。彼时的大牙也是少年天才，首个赛季便力压维特尔，高居年度车手积分榜第3名，并在维特尔转投法拉利后，大有成为1号车手的趋势。但2016年，一个年仅18岁的围场疯子闯进了大红牛的指挥室，也彻底改写了里卡多的人生。这一年，他再度获得车手季军，可首秀即夺冠的年轻汽车人还是让他感受到了一丝压力，尤其是策略组的资源倾斜，让他感觉自己1号车手的位置正在动摇。虽然场下的笑容依旧灿烂，也依然把潘子当作自己的小老弟，可对于大红牛车队，他的不满在逐渐叠加。2017年匈牙利大奖赛，维斯塔潘在第1圈就将里卡多撞退赛，虽然事后潘子主动道歉，里卡多也表示两人依旧和解，但在评价这个队友时，大牙依旧隐晦地表示，维斯塔潘是他职业生涯遇到过最强硬的搭档，而这个强硬的搭档也在18年的巴库赛道将红牛的内斗推向巅峰。阿塞拜疆站的第38圈，红牛双车发生激烈缠斗，彼此压抑已久的竞争意识在此刻彻底爆发。里卡多向维斯塔潘发起进攻，汽车人也强硬地予以防守。最终，两车在1号弯发生碰撞，并双双退赛。红牛车队损失大量积分，而这已经是两人本赛季第2次双退。看着执着于内斗的两人，策略组的心态原地爆炸，在撞车的瞬间立刻打包下班，只是苦了维修组，又要被迫加班。这场比赛后，里卡多与维斯塔潘再次对话，虽然他们都对外声称已经解决问题，可红牛队各打50大板的处理策略，还是让大牙的内心有一丝怨念。因为媒体普遍认为是维斯塔潘的连续变线导致了这次撞车事故。彼时的他正处于职业生涯的巅峰，非常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，但车队的放养策略以及维斯塔潘急速的崛起，令他在红牛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。相比维斯塔潘的强硬与豪横，里卡多的性格中多了一丝敏感与细微。最终，他在赛季结束后选择转投雷诺，而赛车性能的降级以及3年光阴的消耗，令他从巅峰期彻底滑落，也成为第一个在维斯塔潘身边陨落的2号车手。但多年过去，再也没有哪个2号车手可以像曾经的大牙给到潘子如此大的队内压力。更加成熟的两人也逐渐达成和解，甚至里卡多的退役之战还最后一次托举了潘子。当年的内斗更多源自2个顶尖车手的竞争精神。当信号灯响起的那一刻，每个车手都会为了成为冠军而努力。也正是这种精神的驱动，也创造了围场上一个又一个经典的瞬间。